我们这边这一台是一台淑女车，那我们今天要来更换一下后轮的内胎、外胎衬带，还会跟各位分享一下内胎、外胎衬带选择的规格。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边有一台淑女车，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更换这个后轮的部分，后轮的外胎、内胎，然后以及衬带。然后更换的过程中呢，会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内胎、外胎跟衬带的规格。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像这种淑女车呢，它的后轮要如何拆卸跟安装，这些呢都是今天会覆盖到的范围。那开始之前呢，麻烦各位先动一下手指，帮我按个赞。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我们如果要拆装这个后轮的话，我们还是要先把脚踏车给倒立。这样子我们会比较方便操作。我们一个手是抓住这个中柱，就是坐垫底下这一根，另外一只手呢是抓住前叉，这样子抓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脚踏车倒立起来。抓住前叉的话呢，脚踏车的前轮或者是把手比较不会一直左右甩来甩去，在你翻的时候会不好翻。如果要翻回来的话，我们一样是一手抓住这个中柱，一手抓住这个前叉。然后一样这样子把它翻回来。像比较高阶的公路车或登山车呢，它都是使用快拆的，只需要把它搬开就可以直接把后轮取下来。所以这种淑女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麻烦一点。一般来说后轮都是15 mm 的螺帽锁起来。由于这种淑女车呢，它一般是搭配这种鼓刹，鼓式刹车，就像一个刮牛壳这一种。我们还必须要把这个刹车的外壳给松开，松开之后，这个后轮才可以顺利的拿出来。另外，链条这个部分，正常来说，链条它会有附带一个拉链器。拉链器的部分，我们一样是会要把它松开，然后装回去的时候再做调整。我们这边这个螺帽就在这边，15 mm 的螺帽，那我们左右两边都把它松开。方向的话，一样是面对螺帽，顺时针是锁紧，反时针是松开。在松开这个螺帽的时候，因为左右两边都各有一个，我们在松开的时候，最好是这边松开了之后，我们先不要转太多，然后把另外一边也松开。因为这种车子有时候会放在外面日晒雨淋后，螺帽这个部分你假如没有上黄油的话，很容易就会生锈，很容易会卡得很紧。那如果你一边松开松得很松的时候，另外一边有时候螺帽会转不开来，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这边松开一点点之后，就去松另外一边。标准的做法的话，我们在锁这个螺丝之前，我们会先在这个螺杆上面上一些黄油。黄油的部分主要就是防止这个水进到螺杆跟螺帽之间，然后导致它生锈。主要就是防水跟防锈的功能。这一边这个螺帽转出来之后，一般都会有一个垫片，这个垫片要留着，不要丢了。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再来，因为我们这个有装一个踏板，再来踏板就可以拿起来。因为这个货架也是套在花鼓这根杆子上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把货架给撤出来。左右两边的货架脚都撤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脚架拆下来。再来，我们要把这个链条脱离这个齿轮。我们拉近一点来看，这个就是拉链器，它的另外一头是有一个圈在这一根柱子上面，然后这一头呢是顶在车架上面，这地方会有一个6角的螺母。如果我们把这个逆时针螺母松开的话，这一根螺杆它就可以往前移动。如果我们把它锁紧的话，花鼓的这一根螺杆就会被往后扯。最后我们后轮装好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螺母锁紧，锁紧之后把这个螺杆往后拉，往后拉的话，这个链条呢它才能比较紧。如果你没有安装这个拉链器的话，这个链条可能会松松的，它就会很容易绕链。我们现在要拆除的话，它这个是12号的螺母，我们先把它松开。松开了之后，这个拉链器它就可以脱离这个车架。这样子我们这个车轮才有办法往前挪，往前挪之后，我们这个链条才有办法把它松开，这样子链条就可以松松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链条跟这个后轮给分离。
一般链条都很脏，如果你怕脏，可以戴一个这种类似乳胶的手套，这种会比较好施作。你也可以戴那一种棉布的手套，但是棉布的手套太厚，有的时候拿一些小东西会非常不好拿。但是这种乳胶手套呢，它就是不透气，戴久了不舒服，会出汗，然后也容易会破。另外一种选择呢，你就是戴乳胶手套之后，外面再戴棉布手套也可以。因为棉布手套多少那个脏东西跟油渍呢，都还是会透到里面，还是会把手弄脏。我们链条那一边拆完之后，我们就要换另外一边。另外一边的话，最主要就是它这边会有一个鼓式刹车。如果你不把这个刹车外壳松开的话呢，它会卡住里面的刹车盘，那你的后轮就没有办法拿下来。各位可以注意一下，这边有2颗螺丝，我们要松开的螺丝是比较靠近粉红色这个车架的这一颗螺丝，另外一颗呢可以不用去转它，松开靠近车架的这一颗螺丝就可以。一般是10至2号的，后面有一个螺帽，我们可能有需要的话要稍微固定一下。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慢慢把这个后轮给扯出来。它这个如果有点卡住的话，你可以上一点 WD-40，然后这样就可以把轮胎往后抽出来。这个后轮拉出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薄的这个6角的螺帽，有点像垫片的厚度，但是它其实是类似一个螺帽的功能。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很薄的螺帽松开，这个鼓式刹车的外壳它才可以跟后轮脱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拆这个淑女车的后轮，因为要拆卸的东西相对那种快拆式的登山车或者公路车实在麻烦太多了。万一有一天你要去给车行换个后轮的内胎的话，他如果跟你收个200-300块，你也要体谅一下，毕竟这也算是个比较麻烦的工作。不过如果一般内胎我们自己换的话，内胎的成本大概是50-60块吧。我们用17号的这个扳手松开，松开之后就可以用手转。你如果再转这个螺帽的话，有可能你需要稍微把这个轴心固定一下，不然它有可能会轴心跟着一起转动，你的螺帽就一直转不下来。它转下来的话，就会像这样子一个很薄的螺帽。像这个呢，是按照标准是一定要装的，但是有很多车店呢，它偷懒都没装这个。所以你如果发现你的脚踏车怎么少了这个东西，然后之前有给别人换过内胎，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脚踏车店偷懒没装这个。因为没装这个，下次要拆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拆。但是那个鼓刹呢，用起来就会比较不稳定。一般骑淑女车的要求都没有那么高，所以脚踏车如果有点怪怪呢，一般都是不以为意。所以你判断一个车行有没有认真工作，可以从这种小细节去发现。薄型螺帽拿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鼓刹呢跟这个后轮分离，后轮往左边拉，这样子后轮就可以拿出来。链条那一边有一个像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拉链器，这个别掉了。一样也是有很多脚踏车店他就偷懒，如果帮你换过后轮，然后你发现你这个东西不见了，那就是他偷懒没帮你装回去，然后你的脚踏车呢就会经常落链。那你就要回去找他处理之类的。其实这个在单速车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件。我看过很多的单速车，这个东西都不见了。我这边已经把外胎跟内胎都拆下来了。如果想要知道拆卸外胎跟内胎的技巧跟方法的话，可以看我的另外一个影片。这边就不再占用这个影片的时间了。拆开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就是我之前装在这个轮框上面的衬带。由于今天我们要更换外胎跟内胎，一般建议各位在更换外胎的时候，就顺便把这个衬带也一起给换掉。衬带一般都是橡胶的材质，久了之后它也会有老化、破裂之类的问题。像这种轮圈是所谓的单层的铝圈，如果把衬带拿下来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颗一颗的螺丝头，那个螺丝头主要就是在拉这一根辐条的，所以每一根辐条的地方都会有一颗螺丝头。那个螺丝头有时候会有锋利的地方，再加上你的轮胎胎压打上去之后，有可能会把你的内胎给割破，所以我们要安装这个衬带。各位在买衬带的时候呢，不要买那种太便宜的，你可以指定说你要高压衬带。高压衬带一般会比较防刺穿，
它也可以承受更大的内胎压力。